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未成名时有多灵？追鱼传奇那些惊艳片段堪称初恋脸天花板。赵丽颖在追鱼传奇中饰演的红玲萌到心尖颤，圆脸嘟嘴，古灵精怪，演技切换丝滑如川剧变脸，被泼红酒憋泪的破碎感更是惊艳。这部冷门剧堪称她的演技基因库，灵气与实力早已锋芒毕露。最近考古赵丽颖早年的作品，突然发现一部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剧《追鱼传奇》。这部2013年的冷门剧，堪称颖宝的演技养成日记，里面的红玲简直萌到心尖颤。今天必须带你们回顾一波红玲，古灵精怪的千年小调皮。当年还没爆红的赵丽颖，在《追鱼传奇》里饰演修炼500年的鲤鱼精红玲，这角色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制。圆嘟嘟的包子脸，水灵灵的大眼睛，一出场就自带可爱 buff。她顶着贝壳头饰追书生，被雷劈时眼泪汪汪，还要强撑笑脸；偷吃糕点被逮到那心虚表情，活脱脱就是你家隔壁馋嘴小妹。最绝的是分饰两角，前一秒疯跑野丫头，下一秒秒变病弱闺秀，演技切换比川剧变脸还丝滑。名场面暴击，萌到全网姨母笑。嘟嘴卖萌杀，红玲撒娇时鼓着腮帮子嘟嘴，配上圆脸暴击，谁看了不疯狂截图当表情包？这动作甚至成了颖宝早期的招牌萌点。追爱小炮弹，为了书生张真，红玲直接从水里蹦出来，裙摆甩出浪花形状，追人追到把千年道行都搭上。这波恋爱脑操作又憨又甜，半夜看哭多少少女。土味时尚王，粗布麻衣穿成仙女，鸡窝头年迈街还能演出江湖侠女气，当年的颖宝真是颜值即正义。冷门剧里的演技狂魔。别看《追鱼传奇》当年没大火，但颖宝的演技在这部剧里已出现锋芒。被泼红酒不擦脸，咬着嘴唇憋泪的腹球戏，刑讯时牙齿咬得啰啰响的破碎感，娇媚与狠劲全焊在脸上，这哪是甜妹，分明是隐藏的戏精本精。网友直呼，现在的大女主剧本就是当年冷门剧的叠 buff。双引号。如今再看，这是她的逆袭密码。12年后再看《追鱼传奇》，才明白颖宝的爆红真不是偶然。那些被炒土气的造型，看似夸张的表演，恰恰是她最真实的灵气。从红玲到陆贞再到花千骨，她早就在冷门剧里把演技磨成了核武器。考古党狂喜，这剧就是她的演技基因库啊！在很多人眼中，赵丽颖的演艺高光期似乎始于花千骨，或者说真正的大爆是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之后。但如果你回头看赵丽颖早期的作品，比如那部略显低调但实则充满惊喜的《追鱼传奇》，你会发现，这位如今占据一线位置的女演员，其实从一开始就散发着一种灵气十足的自然美和角色契合度极高的表现力。或许她的演技还未完全成熟，或许她的台词和镜头感还有稚嫩之处，但正是这种未经雕饰的真实感，加上她那张饱满圆润、纯净天真的初恋脸，让人一眼沦陷。《追鱼传奇》播出于2013年，那是一个仙侠古装剧大行其道的时代。赵丽颖在其中饰演鲤鱼精红玲，一个人设可爱、性格灵动又坚韧的女主角。不同于她后期在大女主剧中所展现的隐忍与深沉，红玲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少女成长的觉醒与纯爱初时的悸动。从她首次以鱼尾现身，到与张睿饰演的张真在人妖禁忌之间挣扎的那些桥段，赵丽颖将角色的率真、矛盾、挣扎、心动等复杂情绪演绎的极具感染力。尤其是她回眸一笑或者含泪低头的那些画面，哪怕用今天的审美看，也依旧有种让人一秒入坑的魔力。比起当下许多偶像剧里千篇一律的整容脸和滤镜美人，赵丽颖当年的颜值称得上是初恋脸天花板。她的眼神干净，有戏却不做作，五官柔和却不寡淡，尤其是那双眼睛灵动含水，配上她极具辨识度的圆脸，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瓜子脸美女，反而自带亲和力与记忆点。这种不带攻击性的美，也让她在《追鱼传奇》里一出场就自带主角光环。哪怕和当时人气还算高的张睿对戏，她依然能稳稳抓住观众的视线。当然，除了颜值，赵丽颖在这部剧里的肢体表现力也值得称道。很多网友回看时感慨，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自然的像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少女，而不是演出来的女主模板。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她从不靠套路来演戏，而是靠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本能的代入感。尤其是她面对师父时的敬畏，面对情感时的羞涩，面对牺牲时的坚韧，这些都不单单是靠剧本推动，而是赵丽颖自己在细节中赋予了角色灵魂。而正因为这种从早期就表现出的天赋型演员特质，后来她一步步走向顶流其实并不意外。很多明星在成名前的作品往往难以被观众记住，但赵丽颖的早期角色却总是令人印象深刻。这说明她不是一位靠平台力捧、资源堆积起来的纸偶像，而是真正靠角色与观众建立连接，靠自身的努力和坚持一步步打拼出来的实干派。追鱼传奇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演员哪怕再有天赋，在未被看见之前，他的光芒也可能被埋没。但幸运的是，赵丽颖坚持了下来，她没有因为这类小成本剧就敷衍演出，也没有在长期跑龙套的日子里放弃理想。她靠一个又一个小角色积攒口碑，最终等来了属于自己的爆发时刻。如今她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回望，谁又能否认她早就具备走红的一切潜力与实力？也许有人会觉得这只是粉丝滤镜在美化偶像的过去，但事实上，只要你回去看几集《追鱼传奇》，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部剧在赵丽颖的作品中占据着特殊位置。它既是她转型为女主的跳板，也是她初心不改的证明。即使在最不起眼的时候，她依旧对每一个角色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认真，而这种敬业精神，才是真正让她从圆脸丫鬟一步步走向实力派代表的底气。当下的赵丽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因新《还珠格格》中晴儿一角出露头角的小演员，她早已成为观众心中可以独挑大梁、驾驭复杂角色的顶流艺人。但她身上那种不张扬、不矫饰，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内敛坚持，却从未改变。从追鱼传奇的红菱，到花千骨的小骨，再到知否的明兰，如今与凤行中的沈黎，每一步都踩在了属于她的节奏上。她不争不抢，却终能出类拔萃。最后，也想借这篇回顾送上一些话给每一位正在默默努力的人。也许你现在做的事情看似毫不起眼，也许你也在一条看不到终点的路上不断努力着，但请相信，只要你足够用心，足够坚持，总有一天，属于你的那束光会穿越阴霾，照进现实。而赵丽颖就是最好的例子，她未成名前就很灵，她的灵不是依靠资源堆砌出来的人设，而是源于热爱、努力与不放弃。愿每一位读完这篇文章的人，也都能像赵丽颖一样，即使在最沉寂的时光里，也不熄灭心中的那团火。终有一天，你会被世界温柔以待，被真正看见。王一博正式维权，造谣者已被提告，法律不会缺席。互联网不是法外之的，追星更需守住道德底线。乐华娱乐已对造谣者取证完毕，将坚决诉讼到底。谣言卷土重来，但假的真不了。清朗网络虚拟，我共同守护。2025年7月3日，乐华娱乐针对造谣诽谤王一博的网络用户拉斐尔兰、雾都影音等已委托律师取证完毕，待平台披露实名信息后，将立即对其展开诉讼。对 ATS Show 等其他涉嫌侵权账户也已委托律师持续检测取证。乐华娱乐将根据取证情况，提起包括但不限于民事、刑事等诉讼。近日，因李爱庆被判死缓闹上热搜，肖战粉丝大规模在热搜中营销号评论区造谣诽谤王一博。此事2022年王一博方就已澄清并报警，
造谣的人已经被法院判决向王一博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3年后，谣言又卷土重来，肖战粉丝利用被假数据污染的爱，利用假的百度问答截图作为证据造谣王一博，这种行为是卑劣可耻的。互联网不是法外之的，追星更不能放弃道德的底线。请广大网友引以为戒，带脑子吃瓜，不要再传播谣言，助纣为虐。请大家一起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拒绝劣币驱逐良币。娱乐圈确实很肮脏，因此不肯同流合污的人才更宝贵。尽管一再被捂嘴，但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让我们一起跟网络暴徒说不。王一博正式通过法律手段对造谣者提起诉讼，这无疑是一场沉重而坚定的回应，也是一种清醒且有力的示范。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舆论的锋芒可以轻易击伤一个人，但法律的秤砣终究不会缺席，它将成为守护公正和尊严的最后防线。王一博此举不仅是对自身名誉的捍卫，更是一种对所有艺人基本权益的坚守。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保持沉默不等于软弱，温和不等于忍让。双引号。这一事件再次将公众的目光聚焦于网络暴力与信息失真所带来的危害。从匿名 it 后面发出的每一句带有恶意的评论，到拼接剪辑、无中生有的谣言，再到那些假借吃瓜之名，实则传播偏见和伤害的内容，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言语，实则可能成为压垮一个人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王一博作为公众人物，从出道至今饱受关注，也经历过许多舆论的风波，但他始终选择以专业、努力和清醒的头脑面对一切。这一次，他不再沉默，而是用法律的方式捍卫尊严，保护清白。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艺人身上的责任与压力。他们不仅要面对高强度的工作日程、角色转换与公众期待，还要在巨大的曝光度中维持情绪与精神的稳定。在这样环境下，任何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与揣测，都会带来成倍的心理负担。王一博在多次采访中提到过，他不是不在意舆论，只是更愿意用作品回应。然而，并非所有的攻击都可以选择默默承受，有些时候，站出来，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为同行，为整个行业树立一道红线。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维权也并非一时情绪驱使，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王一博团队通过系统搜证，针对多次恶意捏造事实、传播不实言论的个人或团体依法发起诉讼。这种冷静、理性的做法，展现了他们对是非曲直的尊重，也为粉丝与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面对侵权行为，应依法维权，而非诉诸网络争吵或情绪反击。在网络生态愈发复杂的今天，公众人物正逐渐成为舆论浪潮的焦点。每一次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放大，每一个举止言语都被拿来解读。王一博作为拥有庞大影响力的艺人，他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带来连锁效应。因此，他这次依法维权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有力的反击教学，提醒所有人，网络不是法外之的，言论自由不等于造谣自由。这不仅仅是王一博的胜利，更是对互联网不是法外之的理念的一次强有力强调。从另一层意义上看，这场诉讼的背后，也体现出粉丝群体对于偶像清白的守护，以及整体社会对网络文明的呼唤。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意识到，网络言论的边界和道德的底线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因为屏幕的阻隔，就放任恶意发酵，也不能用无心之失来为造谣者开脱。王一博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喜爱，除了他自身在表演、音乐、舞蹈、赛车等多个领域的全能表现，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坚守着一份初心。在这个名利场中，他没有迷失在流量洪流，而是一步步用行动证明，努力和专业才是一个艺人最强的护城河。而如今，他站出来为自己发声，也是在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每一个被误解、被攻击、被歪曲的人，
都值得拥有被还原真相的权利。他的维权不只是一场法律诉讼，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整个娱乐圈甚至是社会公众面对网络暴力时的无力与迟疑，也照出了那些试图以玩笑调侃为名义掩盖造谣实质的伪善面具。当越来越多像王一博这样的公众人物勇敢站出来时，我们才有可能构建起一个更有秩序、更有责任感的网络环境。同时，这次事件也让我们再次反思，作为吃瓜群众，我们是否过于快节奏地接受着未经查证的信息？是否习惯了在未了解真相之前就下定论？是否曾在无意之间成为恶意扩散链条的一环？当一个艺人需要用法律武器保护最基本的名誉时，我们作为受众，也应当学会更谨慎、更理智地对待信息，更善良地对待他人。王一博用行动告诉所有人，我可以承受误解，但我不会接受污蔑。他不是在宣泄愤怒，而是在建立一种清晰的边界感。他不是单纯的受害者，而是在用法律手段扭转曾经的无解困局。他的选择彰显了一位公众人物的担当，也为整个娱乐生态注入了更多清醒与尊重。在最后，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对所有关注王一博、关心他成长的观众和粉丝说一句：你们的支持是他坚强背后的力量。每一次理智的转发，每一次理性的澄清，都是推动正义向前的微光。希望我们在守护偶像的过程中，也能守护住自己的判断力与共情心。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不再被误解，愿所有真诚与善良都不被辜负。未来的路依旧遥远，但王一博用沉稳的步伐走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节奏。不论是作为演员、歌手，还是赛车手、探险者，亦或是一个普通的维权个体，他始终坚持做一个走正路的人。这份坚持值得每一个人尊重与珍惜。让我们继续关注他的作品，支持他的选择，也一同期待一个更加理性、清朗的舆论空间。因为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光不怕沉默，更不怕黑暗。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